我抢上了。什么？这鞋是我先看见的，你那只给我。给我脱下来！行，我这女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没见过你这汉子！还是我先来的，我都穿。二小姐怎么回事啊？我先来的，我先看见的。小姐，我老远就看见你气质高贵，双腿纤细，所以我觉得这双鞋才真正的适合你。而且你看，它防水台够高，后跟也够粗，走起来肯定不会累。要不你坐下，我帮你试试，你试试就知道这鞋好不好了。这鞋啊太田园了，不能给你加分。现在这男的吧，都喜欢看女的穿这样的高跟鞋，你走几步试试。真漂亮，小张。我们成交量突破4万，目标20万，一鼓作气，再创佳绩。一鼓作气，再创佳绩，加油！还是没人接呀？你说他们这什么家长啊？平时就全托，这周末接个孩子，10次有8次迟到。老师，没关系，我会乖乖的等妈妈的。彤彤啊，下个礼拜开始啊，老师就要带着全班的小朋友去北京夏令营了。你真的不去吗？你爸爸妈妈知道吗？我爸爸说了，他一定会带我去北京的。是就最好了。怎么，有约相亲了？你说这都几点了，他们坑不坑人啊？算了，你要是有事儿啊，你就先走，我陪彤彤等着。彤彤啊，你跟阿姨在这一起等妈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店长，给开个票。行呀你，又一双。店长，我想跟你请个假，出去一趟。现在，你看现在这么多人，我得接我孩子放学。哎，小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下个月就要到总店去了。这个店的店长，我可推荐的是你啊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可是你可别临时给我掉链子啊！看今天的样子呀，我估计营业额能翻番。你以后是金牌店长还是普通员工，就看今天了。加把劲儿，好好干，好吗？来，忙去吧。哎。喂，张老师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？别人家的孩子都接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一直在忙，没听到电话。忙就不管孩子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还没法下班，但是我会尽快。喂。对不起，妈妈又来晚了，饿坏了吧？饿了。说是晚一会儿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张阿姨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来的太晚了。你看看，我给你带一双皮鞋，特好看，是新款。你回去试试合不合适，要不合适的话，我就帮你换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图你这双鞋呀，我这是看着孩子可怜，不然的话我才不管你呢。是，我知道您是心疼孩子，不好意思，我来的太晚了。行了，这双鞋你就收着吧。
谢谢你了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彤彤，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今天麻烦你了，来这袋子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妈，我挺好的，彤彤就在我身边呢，我们在做游戏呢，五洲也在，都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有时间了我就回去看你跟我爸。放心吧，啊，妈晚安。小马过河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敢于去尝试。如果不去尝试，你怎么会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？对不对？对。妈妈去看个手机，赶紧睡觉。贺五洲，你在哪儿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给你打了整整1个下午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被我知道你又是在赌钱，我就跟你没完。看到微信，马上回电话。妈，到奶奶这儿来。五洲回过家吗？回哪个家呀？五洲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回来，我下午就开始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一直不接，到晚上他就索性把电话给关了。所以你一大早到我这儿来告状，他是个小老板，有点应酬很正常的。是，你这老婆当的也真是，不会赚钱没事儿，你别添乱呐。怪不得五洲生意越做越差。妈，我一点都不想添乱，只是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。我觉得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五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了，而且还带走了衣服。他出差呢，带行李的太正常了。钱又不是你赚的。妈，五洲之前赌博输了这么多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担心的，你不要总是翻他的老账。哎呀，又没有人拿着刀逼着你跟我儿子在一起。
妈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武周在哪儿啊？我给他所有的朋友都打电话了，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要是知道什么，请你告诉我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会不告诉你吗？是在哪在哪，自己老公管不住来问我。奶奶去接个电话啊，乖。儿子，你到啦？好，你要随时给妈妈来电话的啊，别让我担心啊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宝贝，让你饿着了，咱们去找点吃的。那你一个人在外头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别出事儿。奶奶，哎呀，没让你们进来呀。有吃的吗？奶奶，我饿了。啊，好，来，奶奶给你做吃的去，快去。这妈怎么当的？孩子饿着肚子都不知道。来，彤彤啊，奶奶给你说个秘密啊，你先吃个鸡蛋啊，肚子饿了。妈，不用烧了，我带彤彤出去吃。彤彤，跟奶奶说再见。奶奶再见。不是我马上烧好的。你外头有什么好吃的？疯女人，疯疯癫癫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是谁的电话？公用电话。那麻烦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妈妈，你不是说睡醒了爸爸就回来了吗？彤彤，赶紧吃，吃完了妈妈还要去办事儿。彤彤，走。您要查的这份保单，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没有再交钱了。如果这个月逾期还未缴纳的话，按照合同规定，这份保单即将作废，已缴纳的保金不予退还。能不能帮我再查一下？我老公每个月都会定时缴费的，是不是你保单号弄错了？应该没有错。投保人夏白露，被保人贺武周，受益人王兰芳。受益人是谁？王兰芳啊，您不认识？与受保人的关系是母子。小姐，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，你再查一下这个保单号，受保人是贺彤彤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您无权查看这份保单，只有投保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查看保险单据。我知道投保人是贺武周，我是他老婆，这是我们一起为儿子买的保险。对不起，资料显示贺武周的配偶姓名不是夏白露。什么？妈妈，我饿了。宝贝，你再陪妈妈去个地方，办完事之后，妈妈马上带你去吃饭。对不起，夏小姐，民政局的记录里没有你和贺武周的结婚记录，你给我的结婚证编号也不存在。讨厌，快放我下来，头晕啊！你把孩子都给吓坏了。真怀上了？干嘛？你不想要啊？想要怎么可能不想要呢？特别想要。那可是咱们还没结婚呢。
没事儿，我有朋友，回头把身份证拿过去，直接就办了啊。你怎么这么随便呀？你什么时候跟我求过婚了？求婚？夏白露，嫁给我吧。夏白露是谁啊？老婆，嫁给我吧！啊，讨厌！贺武周，你竟然用假结婚证骗了我5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现在到底在哪？我和彤彤该怎么办？妈妈，妈妈，好多车！妈，武周去北京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真有意思，自己老公的事儿问我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去北京了？你别再瞒着我了，我已经查到了他的机票就是去北京的。是又怎么样啊？那他以前也是隔3差5的到北京去出差的嘛，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已经说了，这次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神经兮兮的。行，你不告诉我也行，我自己去找。彤彤，咱们走。你上哪去？夏白露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爱上哪儿上哪儿，我管不着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把孙子都给我留下。凭什么？彤彤是我儿子，我有权利带他去任何地方。不能够！你想带着我的孙子满大街满世界的去逛？我跟你讲，你做梦！他姓贺，姓贺，听见没有？可他是我的儿子，跟你们贺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怎么了？你们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保险，最后发现是你的名字。我跟贺武周生活在一起5年，还给他生了儿子，最后发现结婚证竟然是假的。你们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？别说是北京，就算他在天边，我也把他找出来！别拦着我！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彤彤，我们走。你干什么你？女人疯了，真是疯了，真是作孽！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？彤彤，妈妈，你快过来，宝贝，妈妈要出差一趟，你能不能去奶奶家住几天？我不要去奶奶家。宝贝，你最乖了，妈妈有急事儿，出差几天，就几天就回来，3天，不对，最多不超过5天。妈妈回来马上去接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去奶奶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奶奶老说你坏话，我不喜欢奶奶说你坏话。妈妈，彤彤听话。妈妈，你别带我去奶奶家。宝贝，可是妈妈是要去北京找爸爸，妈妈去北京带着你不方便的。爸爸去北京了吗？他为什么不带我去？他答应带我去的呀。妈妈，你带我去北京好不好？我保证听你的话。你真想去北京啊？别的小朋友都去了，老师说回来还得写作文比赛呢。行，爸爸不带你去，妈妈带你去。那是不是去了北京就能看见爸爸了，就能看见天安门了，就能看见大熊猫了？是啊，妈妈带你去北京，妈妈带你去看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最乖。我一定要找到你。
让小张阿姨陪你一会儿啊。妈妈去办完事儿就过来找你。小张，照顾下彤彤，你去找他们店长。你是叫彤彤吗？你也是来买衣服的吗？买衣服干什么？去北京啊！我妈妈说去北京得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她特意带我来买新衣服的。你看，你看，那都是新买的。店长，我想跟你请2天假。这周末是人流高峰期，商场有规定，周末不许请假。我知道，可我家里有急事儿。你说让我跟你说什么好？你也是要当店长的人了，你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吧？不然你让别人以后怎么说？是，店长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5周他出差了，我必须得在家看彤彤。实在不行，就让孩子在这儿待着吧，别影响工作就行了。店长，我家里真的有急事儿，我必须得请假。什么事儿啊？问你又不说，你怎么那么倔呢？行，你非要请假，我也不能不批。不过你可要想好了，现在可是最关键的几天，你要不在的话，最后算业绩、选店长的时候，你可别怪我没帮你说话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店长，我办完事儿会尽快回来的，谢谢。这女人干点什么事儿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来找我们呀？他答应带我去北京的呀，别的小朋友都去了。你别再说了，你爸爸都不要我们了。宝贝。爸爸不要我们了。妈妈，你说我们爸爸不可能不要我们的。对不起，妈妈不应该对你发脾气。妈妈实在是心情不好，对不起。关了，不哭了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把爸爸找回来。妈妈，你说我要算数。妈妈错了。寂寞，也不羡慕顺利烟火。妈妈，爸爸不来接我们吗？爸爸很忙，没空来接我们。妈妈，那我们去哪儿找他呀？跟妈妈走。妈妈，那是天安门吗？那是天安门啊，孩子，天安门比那可大多了。来，上车。宝贝，你先上车，妈妈打个电话。喂，小姐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笔消费的具体地址。喂，彤彤。您好，小姐，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贺五洲的人住在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不能随意透露客人信息的。哦，我姓夏，我是他老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一下，看我这儿还有他的信用卡消费记录。我们家出大事儿了，一直联络不上他，麻烦你就帮我查一下吧。这个真的不行。哦，对了，彤彤，快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贺彤彤。对，他叫贺彤彤，他是贺五洲的儿子。拜托了，帮我查一下吧，拜托了。阿姨，求求你帮我们查一下吧。行吧，那我帮你们查一下。谢谢。查，好好查。这个月奖金又不想要了？洪总，您跟刘总开完会了？别跟我打岔，说你多少次了？咱们酒店实行的是5星级管理，别随便进来一个人你就瞎说。不是，您看人来找自己老公的，这还带着孩子，他说什么你就信。看结婚证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忘带了。先生，麻烦您让他帮我查一下吧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有人掏钱住进咱们酒店，
就是我红中的客人，咱们有义务保证客人的隐私。别让我再说你。是，洪总。他已经走了，你再帮我查一下吗？哎，你可饶了吧，大姐！我刚才得罪了这瘟神，我这个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还是带着孩子，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城楼上住我你，赞同古思念亲情。钟哥，来，坐。哗啦啦啦，打罢了头头鼓。点了吗？啊，点了。是啊。洪总是吧？洪总，怎么又是你呀？对不起，打扰你吃饭了，麻烦你帮我这个忙吧。我从老家过来，特别着急，我想知道我老公到底住在哪个房间。你这耳朵有问题吧？刚才不告诉你了吗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是，我知道你们有这个规矩，但是我真的特别着急。我从老家赶过来，我也不容易。你看我还带了孩子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？别！我就烦你这样的，装什么可怜啊你！我跟你说，我不吃这套，定规矩就让人守的。我红中定上的规矩，没人敢破。可是我真的你就帮忙查一下，怎么了？是他撞的我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打你，让你给我滚蛋！哎，算了，哥。来，大姐，我可是好心，你快点走吧。我老大发起火来，我可拦不住。快走吧。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您求我也不行啊，赵女士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我不是求你别的，我求你别让我骂人。我跟你说哈，以前我戒烟，没戒了，现在呢，我想戒骂人，但是你总逼我骂人。孙子，我告诉你吧，我住这儿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我在这儿住，我享受是贵宾级待遇，我坐的电梯都是贵宾级的电梯。我养狗怎么了？可是这么多年，经常有顾客投诉您的狗叫。谁家狗不叫啊？狗叫是毛病吗？你要不让狗叫，你还虐待动物呢。现在国家都出台法律了，你懂吗？赵女士，请你尊重我。我们管理集团接管的这家酒店，当然要尊重您这种老客人，但是我们也要顾及一下其他客人吧。我在，狗就在。如果你觉得不行，你把我们几个全都拿刀砍了，啊！赵女士，我不想再进行这样的谈话了。我们集团的法律部会给您一封律师函，如果到时候没有回应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再找您，咱们只好法庭上见。好啊，法院吗？我熟。哪个法院呢？还有一件事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上个月的房费您还没交。我是半年一结呀。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我们必须周紧。我不想跟你聊了，我懒得跟你聊。我现在送你一个字儿，滚。三儿，让他滚。来。静姐，怎么办？你一会儿去把这几个狗送老蒋那儿去，咱不还差老蒋190多万吗？把这狗给他顶了吧。这几个狗你那么喜欢，你舍得送给他？哎呀，我也玩腻了。再说了，你说因为个狗你弄法院去不太合适。不行，咱换个酒店住啊。我住这儿习惯了。谁呀？有完没完了？我去看看静姐。你也干了？哎，赵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这次我所有的钱都输没了，我未来找你，我连我媳妇的信用卡都刷爆了。我求求你了，赵姐，你帮帮我吧。不是今天怎么了？
怎么感觉我欺负你们似的呢？我问你，你听说玩牌输钱了还往回要的吗？你玩牌的时候，我拿刀架着你脖子上让你玩的吗？我这次不但是把自己的钱输没了，我还欠了他们50万。滚！姐，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要动手是吧？求你了，我去！你干什么？赵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把手松开。站起来。妈妈，彤彤，想妈妈了吧？走。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孩子交给你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要住店。您要大床房还是标间啊？大床房380，标间350一天。妈妈，妈妈，去哪儿啊？彤彤，跟妈妈走。我们这是公寓房，一般呢都不租给散户。这不看您带个孩子吗？不过咱话先说好了啊，我已经给您最低价了，1天120。您要觉得合适您就住，您可千万别给我划价。这房我租，怎么办手续？您把身份证给我就行，我待会儿把收据给您送过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妈妈，这里看不到天安门。彤彤，咱们就暂时在这儿住几天，过2天妈妈就带你去看天安门，好不好？那爸爸呢？我们不是来找爸爸的吗？妈妈，我想爸爸了。爸爸这几天很忙，过几天他就来看你了啊。好。先把书包摘下来。你还笑？我没笑啊。你没笑，这老天不得钱。今儿倒邪没了，老刘那龟孙子装修的事情不答应，出门还遇到神经病，干嘛呢？刚才不是老大，好男不跟女斗，这不你说的吗？嘿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遇到雷公装窗帘儿，和尚买梳子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没用。今儿货发了吗？发了，早上就发了。老大，今天来了几个发物流传单的，我都给打发走了。这礼拜都第3波。我红中地盘，他们也敢惦记着。哎，不是钟哥，你话是这么说，不过现在物流公司越来越多，有几家真的比我们便宜，我就怕那些商户啊动了心思。给我弄套新衣服，我去巡巡铺去。走，哎，帮帮忙。小黄，生意兴隆啊！哎，赶紧看看老李的铺子，需要帮忙你们帮一下啊，快！朱哥，您来了。您看，昨天刚到的小羊皮的巨棒，版型、面料、做工都特细，我特意给您留了一件，您试试。这我穿合适吗？哎，我这人没啥品味，哎，回头有好的再给你留一件，好。哎，老周，这皮衣我小弟可能喜欢，号全不全啊？您给他带一件，回头号不行，我给他换。得嘞，那我就借您顺顺人钱了啊。哎，好。堂堂的洪总也顺人家衣服，说出去丢不丢人啊？你怎么着，苏一泰？出来挡横是吧？哎，别，裴姐，一件衣服不值多少钱？不值钱也是钱，买肉就不是肉了。人家老周租你的铺子又不是不给钱，难道还付利息？你高利贷啊？你一天不跟我抬杠会死是吧？会。也就你啊，脾气。你这暴脾气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家还有你穿开裆裤时候照片呢。行，知道的我们俩是发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。
你把我怎么着？还亏了你不成啊？行，说不过你行吗？衣服我不要了。哎，别呀！老周，拿着。去！黄忠，这衣服真的不适合你，改天上货我给你带2件啊。跟我妈似的。知道了，忙去了啊。李佩，李佩，想什么呢？哎，这是他们给我的吃的，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哎呦呦！哎，生意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歇会儿，吃吧啊，当零嘴儿。谢谢陆叔。输了多少回了，别老陆叔的，把我都给叫老了。就算我跟你爸是一辈儿的，那也是因为我出道比较早。其实我比你大不了多少。叫老陆啊。我爸从小教育我得尊老。好的，312退房是吧？嗯，好的 ，OK， 拜拜。哎呦，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跟您说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害我奖金都被扣了，你是不是非得害我被开除了你才高兴啊？那好吧，那我就不难为你了。那我在这儿等可以吗？你在这儿等？不行吗？我想你们应该没有规定说不让在大堂等人的吧？行，你愿意等等吧。谢谢。没多大事儿，你给他查一查呗，看着怪可怜的。算了吧，我惹不起红中那瘟神。不就因为这栋楼当年有他10几平米的产权吗？还真当自己是大老板了。我看每次他来找刘总开会，这刘总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。那可怎么办？谁让人家投胎投得好，投在北京城，咱们坐飞机都赶不上。哎，对了，刚这512的客人拉点东西，放休息间吧。嗯。起来，谁让你坐这儿了？钟哥，今儿这么早啊？还早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听说有新商户来，看看去。走。夏姐，喝口水吧。谢谢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喝了，我怕一会儿上厕所就……夏姐，你说你这么等，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等了。小姐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这个就是贺五洲的照片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，如果你看见他，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，拜托你了。老板，拿货。您好，我叫洪忠。我的中哥物流主要就是便宜、实惠还方便。你跟大家伙打听打听，考虑考虑我们公司呗。